大家好，这里是人在家里刚收快递，造型苦手，暂时讲演，随便买买，业余分享的乐声。今天的最晚开箱是庆祝2年前高达40周年的 GFFMC 元祖高达，还有即将推出换色夜光版的明日黄花超合金元祖。哪个是你喜欢的合金成品元祖呢？先来开箱吧。超合金元祖盒子里有本体和2层的配件，本体拿在手上小巧精致，2层的配件有1层是支架，有1层是武器和替换手。东西并不算多啊，手倒是不少。Fix 元祖同样有本体和2层的配件，但明显分量更大。从机体到武器，一看就是那个味道。还有大大小小的外甲零件，可以实现不同时期的造型。所有东西摆出来比超合金多了不少呢。2只元祖风格迥异，一个是经典的方块感，一个是精瘦的现代风，一个哑光珍珠白配上动画般的大块色彩，另一个呢是冷光白，分色复杂且细碎，隐约有一点强袭的味道哦。差别很多，我大概从头到脚说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点吧。超合金矮一点，天线也短一截，它的天线是硬的塑料，还有一点灰色。Fix 呢有黄白2个备用天线，是软胶的材料。面向上，超合金的上色和线条都有一些变化，相比 Fix 的钝感，超合金给人感觉更加犀利了。肩膀也很不一样， Fix 简洁方正，超合金更加花哨，棱角和颜色都有更多。手臂比较明显的一个不同呢是关节部分，超合金外露更多，还有一个圆盘状的旋转结构。胸部的变化就更大了，排气口长得都不同，超合金是金属外甲，上色明艳。接下来的裙甲、腿、膝盖，超合金呢也是这种细碎的设计风格。侧面看呢更为明显，各种刻线，光是灰色就用了好几种。让我比较介意的一点啊，侧面看超合金的小脚和腿有点太小了，比例呢其实更像生物了。顺便说一下，超合金的背包是已经安装好的， Fix 需要自行安装。整体来说是简洁对复杂，方块对棱角，经典与创新的碰撞，你更喜欢谁的设计呢？它们的重量我也测量了一下，超合金是298克， Fix 是308克。作为一个手残战士党，可动方面我的主观感受是超合金的关节要更加紧， Fix 呢是更好掰一点。它们都有用到齿轮关节，手感很赞，掰起来非常清脆。武器方面，超合金只有一把光束步枪、火箭炮、盾和一堆光束刀，两者的火箭炮都延续了和本体一样的颜色。Fix 不仅数量上多一把，像瞄准镜、印记这样的细节也更好。不过弹夹我还是更喜欢超合金的，子弹呢有金属的质感。Fix 的看着有点塑料，水口处理也不够好。光束步枪 Fix 也多一把，超合金的有点太小了吧。它们的瞄准镜设计也是不同的。盾牌的外观改变也不小，超合金的有刻线和分色，比起 Fix 的哑光，超合金的盾使用的是亮漆，稍微有点油腻感。Fix 的盾牌背面还可以收纳武器。最后，它们的光束刀也是有差别的。超合金武器不多，几乎都能装备上。枪和火箭炮呢可以收在腰间，盾牌也可以挂在背包上。Fix 有一门肩炮是超合金所没有的。其他武器的玩法倒是和超合金差不多，我这里呢也没有特意去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武器的选择，比如这个双火箭炮应该是后面才有的，熟悉设定的专业玩家肯定能如数家珍，我就抛砖引玉，欢迎大家补充。
完了武器，来看看其他的配件。前面也提到了 Fix 的背包是需要另外安装的。超合金有4个喷口 ，Fix 正面看呢是有3个，它侧面还各有1个可以展开。替换手 Fix 的比较圆和钝，超合金呢感觉更加精致，数量还多，有4双替换手和一个比1比2的手势，可以摆出一些不寻常的造型。刚才展示的都是两者都有但是不同的地方，接下来就是它们各自独有的玩法了。首先是超合金的发光效果，背包里已经预先装好了电池，打开腰上的开关，头上的摄像装置、眼睛还有胸部的排气口都会亮灯。超合金的另一大亮点呢是它的支架，武器和替换手全都可以放上去，上面还有高达横滨工厂的标志和1比1横滨高达的信息。Fix 元组的一个特殊玩法是初期型、中期型、后期型的形态变换。初期有很多不对称的结构，中期把这些不对称结构呢都改掉了，后期加了一些装置，还有外甲的替换。这些改动其实不太明显，说实话我更喜欢不对称的设计。它的另一个独有玩法就是这个核心战机了，可以简单变形为小飞机，还可以装进元组的身体里去。安装之后呢，打开舱盖就可以看到。Fix 系列很多年前呢就有过元组，这一次的40周年版是一种改进和再版。作为一个错过了老版的玩家，能以这种方式认识经典设计，还挺庆幸的。而这款超合金横滨元组也算是给无法到现场欣赏1比1元组的玩家一个近距离接触它、了解它的机会吧。这2只元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，很开心把它们加入我的成品收藏。当然，如果能早一点到手，我会更开心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其他成品计划拍摄中，想看的朋友别忘了关注一下。我是月生，下次再见。